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会在自己亲手为孩子准备的家中被视作一个碍事的外人？你曾以为自己是在守护家的长者，直到某一瞬间才发现自己早已被温柔地排除在门外。我叫张国亮，今年78岁，住在上海虹口区一栋老小区的3楼老伴，已经走了整整10年，孩子也早就长大独立，我习惯了。个人的生活，早起散步，买早点，看报纸，下棋，偶尔去门口小面馆吃碗热腾腾的牛肉面。日子不算精彩，却也平稳安静。这些年，我靠着年轻时在工地上攒下的钱和一套出租的商用小铺过活，不富裕，却也自给自足。最重要的是，我一辈子没给孩子添过麻烦。我总觉得做人父母的就该在能动的时候自己撑住，不要成了儿女的包袱。我只有一个儿子张晓东，今年39岁了。他从小就听话懂事，成绩也好。我们夫妻俩当年省吃俭用供他读大学，他不负所望，考进了重点，还进了大公司工作。几年后他跳出来自己创业，如今在上海开了家小型装修公司，日子过得还算不错。说起来，这孩子唯一让我挂心的事就是感情都快30好几了，一直不婚不恋。我有时半开玩笑问他是不是眼光太高，他就笑笑不做。答时间一长，我也就不催了，只想着他过得好就行。直到去年秋天，他忽然跟我说，爸，我要结婚了。那天我记得很清楚，外面落着细雨，我刚泡好一壶茶，他走进来，神情有点紧张。我以为他遇到了什么麻烦，没想到他接着说，我交了个女朋友，准备年底结婚。听到这句话，我脑子里嗡的一下，接着一股热流从胸口涌上来，激动、惊讶、欣慰、担忧，五味杂陈。我问他什么事，后认识的人怎么样？他说认识快半年了，女生叫李永新，在做网络营销，收入不错，人也独立。我点点头，心里却不太踏实。半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可孩子都这么大了，我也不好多管。于是几天后，他就带他回家吃饭，见了面。那天永新穿的得体妆容，精致长发披肩，说话温声细语，看上去是个有修养的女孩。她对我很客气，一口一个叔叔，端茶倒水也都周到。我本该满意，可心里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她的笑容有点假，眼神躲闪。我问她家是哪儿，李的父母做什么？她说我爸妈在成都做点生意，家里还不错，语气轻描淡写，但却不自觉流露出一点优越感。那顿饭吃的还算顺利，但我心里始终有根刺。可我没有说什么，只是回到屋里，把老伴的遗像擦了擦，对着照片低声说，他要是能待小东好就够了。接下来是婚事准备，小东说他们不想大操大办，该有的仪式一个不少，我也没多说，主动提出把家里那套3居室的房子让出来给他们当婚房。这套房子是我和老伴奋斗了半辈子才换来的采光好交。通便利，在虹口这片算是黄金地段，把它给出去说不舍，当然不可能。但看着小东笑着说，爸谢谢你，我心里也觉得值了。搬家装修拍婚纱照，一切都像按了快进键。我想帮忙永新，却总说叔叔您歇着吧，我们都安排好了。说话不重，但听起来总带点您别插手的意思。婚礼那天亲戚朋友来了不少，小东穿着西装站在台上有模有样，我站在台下忽然有些恍惚，时间真快啊！转眼我那个满地打滚的小子就成了别人的丈夫。我喝了2杯，回到家时已经快晚上11点，屋里一片黑，我站在门口犹豫了几秒才进屋，打开灯，客厅冷冷清清，墙上还挂着婚礼照片，但沙发茶几上却已不见儿子的影子。我坐下看着茶几上的那壶茶，一夜未动，茶叶早已沉底。我忽然觉得有点空，有点冷，不是身体冷，是心冷。我以为送他步入婚姻就等于送他进入幸福，可后来才知道，我真正送走的是一个做父亲的资格。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婚礼结束后没多久，小东和永新便搬进了我倾尽所有换来的那套3居室。我本以为新的生活对他们来说是甜蜜的起点，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圆满的告别。可事实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温暖。起初我常过去看看，一方面是想给他们送点自己做的饭菜，另一方面也想着能感受到一家3口的味道，哪怕只是围坐客厅看一场无聊的电视剧，我也觉得心安。但每次去都让我感到若有若无的距离，门铃总是
要按2遍才有人来开门。开门的是永兴时，他总是稍愣1秒才说叔叔您怎么来了。他笑容勉强说话客气，却明显不欢迎。他偶尔会加上一句您怎么不提前打个电话呢？听着不重，但让人觉得自己像个需要预约的访客。有一次我带了一锅红烧肉和自己腌的咸菜过去，他接过袋子，随口说了句谢谢，就自走向厨房。我想问他需不需要我帮忙，他摆摆手，哎呀，这些太油腻了，我最近健身，不能吃这些，您带回去吧。我苦笑了一下，把话咽了回去。红烧肉是他第一次来家里说最喜欢吃的，我特意记下了厨房的冰箱门咔嗒一声关上，我心里也像关上了一扇门小洞。倒是一直对我还算尊重，但更多的是程序性的孝顺，他会帮我倒水让座，说爸您坐，可这些都像是履行责任不带温度。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和我说公司里的事，回家后不是看手机就是进书房，一副疲惫的不愿交谈的样子。最让我难过的是，一个原本该团圆的中秋节那天，我提前1周打了电话问他们是否一起过节。永兴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说也可以啊，咱们就简单吃点。我不放心简单这2个字。第二天一早特地去了菜市场，买了莲藕排骨、桂花酒，还有一袋糖炒栗子。我想起他说过自己喜欢吃栗子，拎着2大袋菜到他们家门口时，永兴的脸上没有笑，倒像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怎么来的这么早？我解释说怕路上堵就早点过来，也想帮他一起准备饭菜。他没说什么，默默接过袋子，把菜一股脑塞进冰箱，然后坐在沙发上拿起手机点外卖。我愣了一下，试着说我可以帮你炖个汤，做点家常菜。他摆手往上点快而且干净，咱们就省点事儿。晚饭是3份打包外卖，1盒香锅，1盒酸汤，肥牛1盒，冷串串全是辣的。我牙口不好，吃了2口就停下。他一边夹是菜一边拍照发朋友圈，还配文字，一家人热热闹闹的中秋夜。我看着他手机里那张照片，桌上热腾腾，脸上笑容满满，连我那不动声色的脸也被披上了绿，竟仿佛我真的很开心。我想起以前和老伴在一起，每逢节日他总要亲自准备10几个菜，还会把我推出厨房，你别添乱，等吃就行。现在却轮到我像个外人在儿子的家中，不知道双手该往哪儿放。吃完饭我想收拾桌子，他抢着说叔叔您歇着吧。我无声的点头，走到阳台站了一会儿。楼下万家灯火，月亮圆的不像真的。天凉了，风吹到脖子上有点冷。我忽然意识到这样的家我也许已经不属于。从那以后我渐渐减少了登门的次数，不是因为他们说了什么，而是那种被拒之门外的感觉太真实。我的脚步开始犹豫，手指在门铃前总要停顿很久。我甚至开始提前打电话确认，也开始学着说你们在忙的话我改天再来。后来甚至连电话我都不太打了，我把更多的时间用来怀念想起老伴在世时的中秋节。我们一家3口围在桌前包饺子，他忙前忙后，我坐在一旁削柿子皮。小东一边写作业一边偷吃糖，那才是真正属于家的温度。如今我还能在哪儿找到那种温度？那晚回到自己的小屋，我打开电视看了一会儿新闻然后把音量调得很小，怕吵到邻居。桌上放着刚买回来的月饼，我拆开一个，咬了一口，甜的发腻，咽不下去。我低头看着月饼盒上写着团圆2个字，忽然有些想哭，但我没哭，我只是静静地坐在那儿，听着窗外的风吹过老小区的树叶沙沙作响，像是有人在叹气，又像是老伴在耳边低语，你辛苦了。是啊，我觉得有点累了，可我知道真正疲惫的还在后头。进入10月，天转凉了，树叶开始掉落，楼下的小广场也换上了红黄交错的颜色。我还是每天早上5点半准时起床去买早饭，然后慢悠悠地走一圈，再回家泡茶看报。只是这日子虽然规律，却越来越像一潭死水。我不常去小东家了，但还是会偶尔打个电话，多说数时候是我打过去接的，却总是永兴他的语气永远是客客气气，却没有一丝温度，就像客户之间的礼貌寒暄。那天他突然打电话给我，让我一愣，叔叔您在家吗？晚上我们过去一趟，有点事跟您商量。我有点惊讶，也有点期待。结婚之后他们从没主动来过，我这电话一挂，我就把屋子打扫了一遍，又特意
了一锅莲藕排骨汤。永兴曾在婚礼那天说过喜欢吃晚上7点半，他们到了永兴，穿着风衣，化了淡妆，手里拎着一盒蛋糕，小东提着果篮笑着说，爸，好久没来看你了，我忙让他们进屋拿出早已泡好的茶。永兴看了一眼锅里的排骨汤，淡淡说，哇，叔叔还记得我喜欢这个啊？我笑着回，当然记得，你那天吃了2碗呢。他没再说话，只低头搅着杯子里的茶水，聊了几句。工作上的事气氛还算轻松，可不一会儿画风就变了。永兴放下茶杯，轻声道，叔叔，其实我们今天来是想跟您说一件事。我心里一紧，放下筷子望向他，他笑着却眼神飘忽。就是最近小东朋友们结婚特别多，光红包就去了好几份，加上房贷压力公司周转，是我们有点吃紧。我明白了，心头不禁微微一沉。叔叔，您能不能先借我们一点生活费，就几千块，等公司项目款下来我们立刻还您。我放下筷子望向小东，他低着头没吭声，过了几秒他才挤出一句，爸，永兴说的没错，这几个月确实比较难。我没有马上答应，也没有拒绝，只是默默去房间里拿了个信封，从抽屉里取出几千元现金递给了他们。我知道你们不容易，也不想看你们太辛苦，这钱就当是我请你们吃顿饭。永兴笑着接过，眼里闪过一丝我看不懂的情绪。谢谢叔叔，您真是太好了。他们走后，我坐在沙发上，一碗排骨汤放在桌上没动，屋子里只剩钟表滴答的声音。这是我第一次感觉那所谓的孝顺其实是一种包装精致的利用。几天后，我下楼去买早点，路过社区超市，看见一个熟面孔，是永兴的表妹，那个在中秋节那天来过家里的女孩，名叫彤彤，正提着2袋进口奶粉和一大包水果走出来。他认出我，笑着打招呼，张叔叔好啊。我点头，你来永兴家？他眼神一闪，说对啊，他叫我来拿点澳洲奶粉，说最近涨价了。我一愣，想起前几天刚给他们钱应急，如今又买这些昂贵的东西。回家后我越想越不是滋味，我不是小气，也不是计较，但明明说手头紧，却还买这些非必需品，难道我就真的成了他们随时提款的对象？当晚我给小东发了条短信，说以后要是有困难可以坦白说，但家里也不是银行钱，不是凭空来的，过了是啊。很久他才回复一句，知道了爸。就这样，事情似乎翻篇了。可我知道，从那一刻起，我心里埋下了一颗不安的种子。接下来的日子他们不再提钱的事，但我也变得更加谨慎。每次他们打电话，我都会先问一句是不是缺钱。永兴总是笑着否认，哪能呢，叔叔，我们过得挺好的。但有一晚，我从朋友老孙那里得知，小东公司最近接了一个大项目，可因为内部财务问题，资金链出了一些问题，工资也发得不太及时。我明白他们是撑着面子，不愿意向我坦白。我想给小东打个电话，但又怕伤他自尊，犹豫再三。我给他转了5000块钱，只写了一句备注父亲给孩子的加油费。他回了条语音，声音里有些沙哑，爸，谢谢你。我听着是啊，那声音忽然心酸。他不是坏孩子，只是被生活推得太快太紧。可我不知道真正的难关其实才刚刚开始。永兴接下来的变化比我想象的还要快。渐入冬季，上海的天气冷得比往年更早些，我每次出门都要在围巾外再套一件旧外套，那是老伴在世时给我缝的，边角都有些磨破，但我一直舍不得扔，穿上它。我心里踏实些，就像他还陪在我身边。那天是周五，天气难得，放晴。我一早在菜市场看到有卖新鲜的黄花鱼，想着永兴爱吃蒸鱼，便买了一条，又顺带拐进到水果店挑了一些草莓、香梨和香蕉，都是他爱吃的品种。中午我拎着2袋东西，慢悠悠地上了地铁，转了2趟才到他们那小区门口。保安看我背熟了，笑着说，老张又来看孙子了。我点点头，心里泛起一丝暖意。上了楼，按门铃，好一会儿才有人应门。开门的是永兴，他穿着居家服，脸上没化妆，眼里带着明显的倦意。看到我先是一愣，接着说，叔叔您怎么没提前说一声？我笑着举起手里的袋子，买了点鱼和水果，想着给你们做顿饭，也顺便看看你们。他接过袋子，一边说您太客气了，一边转身进厨房。我换了拖鞋走进客厅，发现屋里还有另一个人，是个20出头的女孩，穿着时髦，正在茶几前涂指甲油。用心介绍，这
是我大学同学杨雅来住几天，我点点头，客气地说：“你好，小杨。”他看了我一眼，点头微笑，嘴里嚼着口香糖，含糊说了句“叔叔好”，然后继续涂指甲油，完全没站起来的意思。我坐下屋里，一时有些尴尬。电视没开，窗外风吹的玻璃哐哐响，屋里却安静的过分。永兴从厨房走出来，拿了瓶饮料给我，说：“叔叔，小东在工地，估计傍晚才回来。”我点点头，没事，我等着时，那位叫雅雅的女孩突然看向永兴，压低声音，却依旧清晰可闻：“你爸又突然来了啊？你不是说他最近都不怎么过来了吗？”我一愣，耳根嗡的一下，整个人像被捶了一下。我不是他爸，我是她丈夫的父亲，他却轻描淡写地称我为你爸，那语气里甚至透着点无奈和麻烦的意味。永兴明显也意识到什么，慌张地看我一眼，然后对雅雅说：“别瞎说，叔叔每次来都带吃的。”我很感激的雅雅翻了个白眼，没再说话。但那句你爸又突然来了，就像根刺扎在我心头。我低头喝了口水，却发现嘴里有些苦。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自己像个闯入者，一个被善意容忍但并不被欢迎的外人。过了一会儿，我说：“我去厨房看看鱼。”他点头，没拦我，拿着那条黄花鱼洗净滑花刀，加葱姜料酒，准备上锅蒸。手上的动作熟练，心却沉得厉害。以前在家做鱼，老伴总说我刀工笨，火候差，却总是吃得最香。他还会边吃边夸：“哎呦，我家老张是越来越像个厨子了。”现在我面对一口陌生的锅，陌生的厨房，像个用空间的外人，连锅铲的位置都不清楚。饭做好了，永兴说：“叔叔您先吃吧，我朋友吃素，他点了外卖。”我默默点头，坐在餐桌边咬了一口鱼，味道还可以。不知为何，那口鱼似乎卡在喉咙，咽也咽不下去。吃到一半，我听见门开了，小东回来了。他看到我有些惊讶：“爸，您来了啊！”我放下筷子，买了点鱼，想着来看你们。他笑着说：“您不说一声，路上多辛苦。”永兴在旁边接话：“我已经跟叔叔说过了，下次提前打电话嘛。”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依旧客气，但眼神中分明写着不要突然出现那种被委婉驱逐的意味。我再迟钝也能感受到。饭后我提出要走，永兴说：“叔您不多坐会，我笑笑你们还有客人，我就不打扰了。”小东送我下楼，一路上沉默无言，走到小区门口，我说：“以后你们忙我就少来了。”他说：“爸您别多想。”可我知道我不是多想，是终于想明白了，我不过是他们生活里的一个附加变量，可有可无，有时候甚至是需要应付的存在。回到家，进门后，我把围巾摘下来挂在门后的钩子上，那钩子是老伴亲手订的，年年冬天挂围巾，每次都准可。这一次我看着那围巾在风里晃，忽然鼻子一酸，转身进了厨房，煮了点面。面很清淡，却比刚才那顿鱼还温暖。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打开抽屉，翻出一封老伴写给我的旧信。他在信里说：“老张我不在了，你得多关心小东，别孤单。”我默默读完，又合上信封，轻轻放回抽屉。“你放心吧。”我轻声说：“我会照顾好我自己，只是不知道他们还能记得我是谁。”中秋节前的那一周，天气突然转凉。早晨出门时，我开始习惯性地围上那条旧围巾，心头也慢慢酝酿着一丝说不上来的期待。这是小东和永兴婚后的第一个中秋节。以前每到这个节日，不论多忙，家里总会热闹一番。我和老爸一起去买栗子，桂圆莲藕，在做些红豆糕、绿豆饼。厨房里油烟四起，老伴儿笑着一边擦汗一边数着张小东最爱吃我们做的糖炒栗子，了得多炒一锅。而今年我以为虽然他不在了，但我还能去儿子家继续这份团圆的仪式。几天前，我提前给永兴打电话说，我想过节当天去家里一起吃顿饭，做几道菜，包些小饺子。他在电话那头停顿了片刻，然后轻描淡写地说：“叔叔，我们可能就在家简单吃点，没必要太麻烦。”我愣了一下，我可以带点菜过去，早点过来帮你一起准备。他笑了笑：“您不用太操心，现在年轻人都不太讲究那些了，我们可能就点个外卖，吃点轻便的。”我挂了电话，心却沉了一截，但我还是决定去一趟，不为别的，只是想过一个像样的中秋，哪怕只是坐在他们的饭桌边吃一口热菜，也好过自己一个人在小屋里啃月饼。中秋当天，我起了个大早，去了最熟悉的菜市场，栗子、藕段、五花肉
咸蛋黄香菇我一样一样买好小心的，装进2个大袋，还顺带去老街那家酱铺挑了几样老伴儿以前最爱的小菜，想给永兴也尝尝。路上地铁人不多，我站着想着这顿团圆饭的画面，永兴围着围裙在厨房忙小东，一边择菜一边和我聊天，锅里咕嘟咕嘟冒着泡，桌上渐渐摆满了一盘盘热菜。抵达他们小区门是口时才下午2点多，我按了门铃，等了半天才开门。叔叔您怎么现在来了？永兴站在门口，头发没梳，穿着家居服，手里拿着手机，脸上是掩饰不住的惊讶和一丝不悦。我想着早点来可以帮你准备，我举起袋子笑着解释买了点你爱吃的东西。他接过袋子有点为难的笑了笑，其实我刚才已经点好外卖了。说在都这么过节您别太破费了。我没说什么，只是换了拖鞋走进厨房，把食材一样样放好。他没动手也没打开袋子看，只是转身回到沙发上继续滑手机。客厅里电视播着中秋特别节目，窗外的阳光暖洋洋的洒进来，照在那张显得有些冷清的餐桌上。大约过了1个小时，外卖到了，是2份盒饭，1盒是烤鸡腿配饭，1盒是酸汤肥牛，再加1盒凉拌木耳和几块月饼。他把饭盒摆到桌上，说：“叔叔您来得早，先吃点。”我看着那些塑料饭盒，想起以前家里的饭桌那时的中秋，是老伴提前3天就开始张罗的桂花酒莲蓉蛋黄月饼，热腾腾的八宝饭。我们围坐一桌，连空气中都弥漫着糖和香。我低头吃了几口酸汤肥牛，汤汁浓烈却冰冷辣的喉咙发涩。小东傍晚才匆匆回来，脸色疲惫，简单寒暄了2句就低头吃饭。永兴一边夹菜一边拍照发朋友圈，口中念叨着文案，家人简单过节，温馨满满。我看了他手机一眼，照片里我坐在餐桌一角，眼神茫然，脸上勉强挂着笑。他给我加了滤镜，还配上小爱心贴图。这一刻我才真正明白，我不过是他照片里家庭感的背景板。饭后我照例想去厨房洗碗，他说：“叔叔您歇着吧。”我来语气里带着拒人千里的客套。我走出阳台，点了一支烟，看着小区灯火开始亮起，一户户人家窗里透着橘黄的光。我看到1楼那家还在阳台上挂灯笼，小孩子在追着月兔的灯影跑。我忽然记起张小东小时候也有一盏兔子灯，是我在街头摊贩花5块钱买的。他爱不释手，连睡觉都抱着我。回过头看着身后的房子，灯是亮的，却冷冰冰的，像医院走廊。晚上7点多，我说我该回家了。小东没说挽留，只帮我把袋子装好送到门口。我走出他们家的门，感觉夜风特别冷，地铁站人很多。我站在拥挤的人流中，却觉得自己像个被世界遗忘的人。回到家，我热了一碗自己中午做的莲藕排骨汤，尝了一口，泪水却突然涌了出来。我强忍着把眼泪咽下去，慢慢喝完那碗汤。这是我今生最寂寞的一个中秋。原来真正的团圆不是一家人坐在一张桌子上，而是那份我在你在心也在的温度。如今这温度再也找不到了。中秋过后的几天气一下子冷了许多，我咳嗽了几声，摸了摸额头，还好没有发烧，只是有点虚。我习惯性的去菜场买些便宜的当季菜，回到家给自己煮碗热汤。吃完饭正准备午睡，电话响了，是永兴打来的。我接起来，永兴怎么了？他语气平淡，却带着一点不容置疑的意味。叔叔最近房贷压力大，小东说您那边还有点积，说旭能不能借点钱周转一下？我一愣，借多少？他略顿了一下，10万。我的手僵在空中，手机差点没拿稳。我缓缓问道：这么多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他语气明显不，那也没什么，就是装修加上换了个车，卡里有点紧张。您不是一直说要支持小东的吗？我心口堵了一下，沉默了2秒，说让我想一想。他没有再多说，呵了一声就挂了电话。我坐在窗边望着外头树叶飘落，脑子里杂乱的很。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开口要钱了，从小东结婚前的首付，到婚礼的装修，再到后来的换家电度蜜月，我几乎把积蓄掏空，可他们从没说过一句谢谢。这次10万说的轻巧的，像问我借根针。我苦笑，心里有些酸。以前的永兴不是这样的，他刚和小东谈恋爱那会，每次来家里都带着糕点，客客气气，话里话外透着体贴。他知道我爱喝茶，特意从福建带了2罐铁观音，还说以后要常陪我下棋。现
在他打电话像是公司职员打给老客户，简洁冷淡，公事公办。我点上一支烟，坐在旧藤椅上，一口口吐着白烟。黄昏时分，老同事刘叔突然打来电话，他说自己住在南京路那边，刚才在楼下看到个熟人，好像是我以前单位的老伙计，提起我来，才想到打个电话问候我们，聊了会工作上的旧事。他忽然叹了口气，老张啊，现在的孩子都不太一样了。你看我那2个儿子，一个出国了，一个整天就惦记房产，巴不得我赶紧进养老院。我苦笑，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哎，你别不信。他声音低下去，我那个小儿子前几天竟然让我把房子过户给他，说他贷款压力大，我要是真傻答应了，估计明年就不让我住这儿了。这番话像针一样刺在我心里。我忽然想到那天永兴说的那么顺口，叔叔，反正您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要不以后换小一点的腾出来，也方便小东有点空间。当时我没多想，还以为他是关心我年纪大不方便上下楼，现在一回忆，他说话的语气像极了刘叔儿子提房子的样子。第二天我去了银行，查了查存款余额，本以为自己还有些余钱，结果发现2年前给小东办婚礼的支出远超预计，加上那次给他们添置家电，帮着他们提前还了一部分车贷，如今账户上剩下不到3万元。我拿着那张单子站在银行大厅里，手有点抖，这点钱还不够自己以后生病住院。我走出银行，寒风灌进脖子里，冷得刺骨。晚上我拨通了小东的电话，爸，永兴和您说了吧？我驼了一声，他说要10万。他沉默了一下，然后低声说，我们也不是不讲理的人，借了肯定还，就是这2年压力大了点。你也知道我们房贷重。我轻声问小东，如果哪天你们真的困难，愿不愿意考虑把车卖了？他顿了好几秒才说，车是工具嘛，平时出差什么的也方便。我没再问下去，只说我这边钱不多了，这次可能帮不上太多。他没再追问，只是哦了一声，语气有点冷，挂断电话。我心里反而轻松了些。这晚我翻出柜子里老半生前留下的一个小账本，他每年过节都会把支出记下来，一笔一笔整整齐齐。第1页还写着，家庭不是账目，但也不能让感情变成索取。我一行行读着眼眶湿了。是啊，感情如果只剩下开口要钱，哪里还有亲情的温度？我轻轻合上账本，决定从这一刻开始把自己的人生慢慢收回来，一点不再毫无保留的交出去。我还要活好自己，不能等着被他们安排。老年入冬了，风总是呼啦啦的灌进窗缝，我的膝盖也越发酸痛。那天永兴打来电话，语气刻意轻松，叔叔最近有个特别不错的老年公寓，是我朋友父母搬去的地方，条件特别好，有医生有餐厅，楼下还能种花种菜，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我一愣，怎么突然说这个？他笑了笑，不是突然了，是因为您一个人住着我们不太放心。您不是上次还摔了一跤吗？我们也担心您哪天一个人在家出点事。他停了停，补上一句，而且那边也清静，您不是喜欢安静点的吗？我笑了笑，没直接答应，等哪天实在照顾不了自己了再说吧。叔叔您别这么倔，早点过去还能多享受几年。他声音软的，我们也会常常过去看您。我敷衍了几句，挂了电话，可心里却升起一股说不清的寒意。过了2天，我打电话给小东，问他周末有没有空吃个饭。他犹豫了一下，爸，这周可能不太行，我跟永兴约好要去参加他朋友的聚会。我雷声说没关系。挂掉电话后，我站在窗前望着楼下匆匆行人，忽然觉得这个世界太快，而我太慢慢，到他们都不想等我。那天傍晚，我提了点水果和点心，还是去了他们家，没提前打招呼，我想给他们一个惊喜。进电梯时，邻居见我笑着打招呼，老张又来看儿子啊，你这儿子儿媳可有福气，有你这么个体贴的老爸。我笑笑没答话。到了门口，我刚要按门铃，屋里忽然传来声音，我跟你说他那个房子早晚是我们的，等他搬去养老院转个户口就搞定了。是永兴的声音，你小点声。小东似乎有点不耐烦，爸要是听见了怎么办？你还怕他听见啊？那套房子在你名下不是早晚的事儿，再不快点等他，哪天突然生病了，财产就麻烦了。我顿时脑子嗡的一声，手指悬在门铃上，竟怎么也按不下去。屋内沉默了几秒，接着传来永兴的笑声，你看看，你多心他那点钱，加上那套房，咱们也不算贪吧。你想想，如果现在不做准备，将来孩子出生换大房，生活费靠公
资哪儿够啊？那就等他同意吧。小东低声说。永兴冷笑一声，你等他哪会主动？你不去推，等着他100年之后我们再哭也没用。我转身下楼，步伐机械，连身上的风衣也忘了拉好风，灌进领口，凉到心里。回到家，我整整坐了1个晚上，一句话也没说。我想起20年前我的父亲瘫痪在床3年，是我亲手端屎倒尿母亲。得老年痴呆晚上会跑出去找死去的姐姐，是我一个人把她背回来的。那时候我从没想过把他们送去什么养老院，我甚至在院子里为母亲种了一圈茉莉花。她每天下午坐在那里晒太阳，嘴里念念有词，我就一边削苹果一边听。我一直觉得养儿防老是自然的回报，可现在才明白有些儿不一定能养。那晚我拿出老伴生前的照片，他抱着刚出生的小东，满脸笑容。我轻声对他说，你走得早，不知道我们的儿子变成了这样。眼泪不知不觉滑落，打湿了照片。角落我拿出纸巾擦干，心里却慢慢生出一丝明晰，不能再等了，我得想办法把那套房子留住，留给真正需要的人，不是他们。几天后我去街道办事处咨询有关房产公证和遗嘱的事，工作人员耐心地解释了流程，我默默记下。晚上回家，我关掉手机，拉上窗帘，把那份打印好的生前意愿声明藏在衣柜夹层里。我知道现在的笑脸背后藏着多少算计。从今天开始，我必须为自己而活。自从那天在门口听到他们的对话后，我就知道自己不能再傻傻等待了。人老了不怕老，最怕的是明明还有意识，却要被当成糊涂的人，任人摆布。我开始学着装糊涂，该打电话就打，该问候就问，该送点小菜也照样送。永兴啊，你那天说的老年公寓叫什么名字来着？叔叔您真的在考虑了吗？我明天就给您发链接。小东啊，你上次说贷款压力大，银行催了没有？饭还好吧？您要是有点闲钱我看看啊，这个月养老金刚打还没取出来呢。我一边说着，一边观察他们的表情语气，甚至小动作。永兴变得殷勤起来，时不时给我发点短视频，说是什么爸您一个人闷得慌，看点乐呵的。我表面笑嘻嘻，心里却像刀割。这份孝顺到底是真的，还是只为掩盖他们的计划？我不说破，只默默将他们的信息语音记录起来，连微信转账记录都一一截图存档。某天傍晚，我下楼倒垃圾，碰见对门的李阿姨，她笑着打招呼：老张啊，你儿媳妇前2天又来了，还带着个穿西装的年轻人，好像是律师什么的，在楼下跟物业聊了好久。我顿时警觉，你确定是律师？李阿姨点头。我那天正好从物业办公室经过，听他们说要调什么房产资料，还让前台复印身份证复印件。我当时还以为是你要卖房呢，我连声说没有没有，我哪舍得这房子。李阿姨拍了拍我肩，你也得留个心眼。现在的年轻人嘴上喊着孝顺，心里算着利益，咱们这些老骨头啊，要替自己多想一步。那晚我打开抽屉，取出那份打印好的生前意愿声明，又加了一条本人生前拒绝将房产赠与或过户给任何一方，除非本人亲自签字在场，且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我签上名，又录了一段视频，自述声明内容，保存到 U 盘放入一个小保险盒，藏在床底的旧棉被下，谁都不能再随便替我决定。未来我还专门请了街道的法律服务人员来家里喝茶，以咨询朋友的事为名，问了许多关于房产被非法转移、养老诈骗的案例。那位年轻的小李听完，认真地说，张叔，咱们国家法律规定，涉及老年人财产处置，必须尊重本人真实意愿。叔能被胁迫、欺骗或诱导，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第一时间保留证据，报警或寻求法律援助。我点点头，递了杯热茶，谢谢你，小李，你这番话让我心里踏实多了。接下来几天，我故意装作身体不舒服，给永兴打电话说最近有点晕，眼前老发黑。果不其然，第2天他就来了，还带了一份资料夹。他坐下后笑盈盈地说，叔，我最近帮朋友看养老院的资料，也顺便给您整理了一份，这里有3家条件不错的，您看看有没有中意的。我翻了翻，点点头，这个有花园的吗？他赶紧指着其中一页，有的，您看这一家还有羽毛球场。我笑笑，那真不错，我这2天再好好想想。他的眼睛一亮，叔叔要是真去那边，您自己住舒服，我们也能
安心啊，是啊，孩子忙工作，咱老人也不能添乱。我话音刚落，他嘴角微微勾起，叔叔，您真明理送他。出门后，我望着他背影，一阵寒意袭来，他们的算盘已经打到了底线，可我不会再让步。我开始主动联系以前在单位的人，尤其是退休后的那些老同事，打听有没有靠谱的法律顾问。张哥，你找对人了，我外甥在律所干活，专门处理家庭财产纠纷，靠谱的很。我请了那个小伙子来家里说清楚了目前的情况。他看完我的记录和资料，说张叔您现在做的非常对，您需要做的是写明生前意愿，并将房产暂时设定为不可转移状态，或者考虑立遗嘱。指定受益人我能指定为慈善机构吗？当然可以，只要符合法律规定，任何机构或个人都可以成为合法继承人。我点点头，那我就选个对得起良心的对象，不让贪心的人得逞屋外。飘起了小雪，我坐在沙发上，手里捧着那张遗嘱草稿，窗外的街灯打在窗棂上，像一层淡淡的荧光。我低声念着草稿内容，心里有种奇怪的踏实感。人生70终于要为自己做点事了，不是为了儿孙，不是为了脸面，而是为了老来不被轻见。冬天的寒风越吹越紧，窗玻璃被吹得滋滋作响，就像我心头那根绷紧的弦，迟早要断。事情终于在一个周末爆发。那天小东和永兴突然来家里，带着笑容走进门，手上还拎着一盒蛋糕。爸，今天我们一起吃顿饭吧，您一个人过年太冷清了。是啊，叔叔，我特地订了您最爱吃的栗子蛋糕。我点头说好，把蛋糕放进厨房。饭后，永兴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叔叔，咱们聊聊吧。是这样，顿了顿，眼神却盯着我，这是您那套房子的部分产权转让协议，先前你也说考虑过去养老公寓了，这样一来手续先办着，咱也安心，对吧？我盯着那份文件沉默不语。爸，我们也不是为自己着想，主要是想您将来住得更安心，如果真有个3长2短，那时候再办就麻烦了。小东的声音听起来格外冷静。对啊，叔叔，我那朋友的公寓已经快满员了，要是再等下去就没名额了。我没有接文件，只说我不是说过了吗？现在不急，等我真需要再说。永兴皱眉，脸色也没那么好看了。叔叔，您是不是误会我们了？我们坐这儿些是为您好，你们为我好，那你们怎么不先问问我愿不愿意？小东叹口气，爸，我们是真怕您一意孤行，到时候晚了就来不及了。我淡淡的说，该来的时候我自己会决定，现在我不签他们。对视一眼，永兴忽然站起身，冷声说，那我们就没办法了。第二天下午，我刚下楼扔垃圾，物业的人拦住我，张叔，昨天有人投诉您一个人在家行为异常，说您经常忘记锁门，走错电梯，还在走廊里自言自语。我一愣，谁说的？没说是谁，但我们必须记录在案，要是再发生类似情况，可能得请您亲属配合评估。我心头一震，突然意识到这不是巧合。晚饭后，我请来楼下的林奶奶喝茶。这位78岁的老人一直是我交心的朋友，他总是说你家那些孩子啊，我可早看出不对劲了。我把最近的事儿一五一十告诉他，他叹了口气，老张，你要挺住他们，现在不是想孝顺，是想吞了你那点养老底子。他顿了顿，压低声音，我前几天在楼道听见你儿媳跟别人打电话说，你年纪大了，脑子不太清楚，要尽快搞定产权，不然将来他1分钱都拿不到。我咬紧牙关，手指都在微微发抖。第3天，物业通知我说要例行走访，还带来一位穿白大褂的精神评估员张先生。我们只是做个简短的状态访谈。很快的，我微笑着点头，好啊。不过我朋友林奶奶也在家，她可以作证。林奶奶立刻走出来，我天天见老张，脑子比我还清楚，他要糊涂了，这栋楼没人清醒。评估员一愣，得草草问了几句便离开了。走前他悄悄对我说，张先生，这样的家庭申请我们见得不少，您自己多留心我。点头感谢，回到屋里，林奶奶拍拍我肩膀，你别怕，有我们老街坊看着，没人能轻易欺你。我终于忍不住红了眼圈，不是因为委屈，而是因为终于有人把我当人，不是障碍。晚上我重新打开那份生前意愿，加上林奶奶的名字作为意愿见证人，我又拿出那本老照片册，一页页翻过。年轻时我带着小东在公园玩耍的照片，老伴坐在窗前织毛衣的身影，还有我们3口人第一次吃年夜饭，笑得那么自然。我轻轻的自语，这一生我没欠谁什么，剩下的日子我要自己撑住。2天后，我把资料交给了法律顾问，正式起
草完整遗嘱注明本人财产保留至去世后捐赠给城市孤寡老人协会，任何人不得擅自过户或干预。我签上名字时，手一点都不抖，窗外的雪静静落下。想极了，我此刻的心清冷但坚定，他们要说我糊涂，就让他们试试看。可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不会让人践踏我的尊严。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自己的名字和照片会出现在网上，配着一句句刺眼的文字。那天清晨，我像往常一样去社区超市买豆腐，刚进门就听到收银员窃窃私语，就是他听说已经老年痴呆了。我愣了一下，转头看他们立刻低下头结账时，店员小声说：“张叔您还好吗？有人在群里发了您的照片，说您最近精神不稳定，连家都认不清了。”我一下子明白了。回家后，我立刻打开手机，点进那个和风小区邻里互助群，果然一条热度极高的消息赫然在目，转发某小区一位独居老人近期频繁走错门，自言自语，疑似认知退化，望家属多陪伴，避免意外发生。配图正是我那天在电梯间的背影，还有一张被拍模糊了的正脸。评论区里有人说看着蛮可怜的，也有人说应该送去机构，别耽误孩子们的生活。我握紧手机，心口如堵。如果连正常生活都可以被定义成精神错乱，那我这些年积攒的尊严算神吗？我沉默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去街道办找到了上次帮我咨询法律的小李，我把群截图、照片和相关聊天记录都交给他。小李，我没疯，我有记录，有视频，有文件，我不想忍了。小李郑重的点头，张叔，这属于典型的网络诽谤，而且还涉及个人隐私泄露，我们可以通过社区通报澄清，同时要求群主删除并处理。发帖人，我们一起去居委会。我第一次把那些原本打算留到将来的证据一一摆在众人面前，从生前意愿录影到家庭对话录音，再到房产资料，甚至还有永兴发给我让签字的文件副本。看完一切后，社区主任沉默了许久。张叔，您保留的太完整了。我点头，我不是为了谁，只是想告诉大家，老年人也可以有思考能力，不是人人都任人宰割。当天晚上，居委会在群里发出公告，关于独居老人认知异常传言的澄清。经核实，张先生身体健康，思维清晰，并无任何医学或法律所指认知障碍。有关不实信息及恶意散布行为已被记录，请大家不信谣不传谣，给予老人应有的尊重。这条消息发出后，群里安静了好久后，几个街坊陆续发来私信：张叔，对不起，我们误会您了，以后买菜一起走吧。我本以为这就结束了，没想到3天后永兴亲自上门，他脸色不太好看，一进门就开始责问您去社区告我们，还把我们的聊天记录交了。我平静地看着他，是你们先在群里造谣，想逼我让房子，你以为我不会反击？他提高声音，我们只是想让您早点安心，哪有你这样对待儿女的？我冷冷地说，我这一生所有的钱和房子都是辛苦挣的，我不欠你们，更不该被你们安排晚年。永兴愣住。一次在我面前语塞几天后，我在楼下散步，碰到以前一直冷漠的李叔，他难得主动打招呼，老张你挺住了。我笑笑，没别的，就是不想活得太窝囊。他沉默。偏克我们这些人啊，以前总觉得忍忍就过去了，现在我明白了，该说话的时候不能沉默。我把这些天发生的事写了一封信，投稿给银铃生活杂志，标题当老年成了负担的代名词，我们还能活得有尊严吗？我想让更多人知道，不是每个老年人都愿意被温柔安排，有时候我们选择安静，不是无能，而是不愿。撕破脸可当安静，被理解成可以欺负，那就只能战斗到底。窗外阳光正好，我站在阳台上望着对面的高楼，心里忽然生出一种久违的畅快感。这一仗，我虽孤身一人，但赢得是自己对生活的掌控权。我告诉自己，接下来的日子要按我自己的方式活。那封澄清公告发布后不到1周，小东发来了短信，不是问候，不是道歉，而是一句冷冰冰的：既然您坚持自己生活，以后别怪我们不在过问之前我们为您垫付的医疗费用、房屋修缮费用，也请您尽快结清。我看着那行字，手心微微发凉，那竟然是我亲生儿子发来的消息。当天傍晚，我如往常一样到小区花园散步，刚坐下不久，林奶奶走了过来，她递给我一瓶温水。
小声说，听说你儿子在朋友圈写了一大段，意思是我们只想照顾老人，结果被反咬，还把你那张澄清公告配上了表情包，嘲讽我。叹了一口气，他们已经决定把我推出去，那就随他们去吧。我不是没心疼，只是心疼也没用了。当晚我翻出那本旧账本，里面记录着这些年我为小东支付的教育费、婚礼、买房、首付，每一笔都是我省吃俭用攒下来的。我在账本最后写了一行字，钱可以还，但亲情再也补不回。第二天，我带着账本和那条短信去了街道法律服务中。辛小李看到我，立刻问张叔又遇到麻烦了。我苦笑，不是，麻烦是儿子说我欠他钱，他看完材料后摇摇头，这些都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借贷，是父母对子女的自愿资助，他们要告也站不住脚。我点点头，我知道我不是来要法律援助的，我只是想让这件事有个记录。从法律服务中心出来，我走进对面的社区图书是想安静一会儿，刚坐下不久，一个熟悉的声音在我背后响起，你还是老样子，坐的笔直，看书翻得慢。我转过头，是他张厚明，我年轻时最亲密的朋友。后来搬去外地几十年未见，我们惊喜地寒暄了好一会儿，才坐下来慢慢讲各自的近况。听完我这些年的经历，他叹口气，老哥你还真是够憋屈的。我笑笑也算是看清了一切，他忽然拍拍我肩膀，要不跟我去个地方。第二天下午，我跟着张厚明来到了社区文化站，那里正举行一场义工说明会，主持人是个40多岁的女士，声音明亮温和。我们这个项目主要服务附近独居老人，包括陪伴、买菜、简单家务和心理支持。张厚明举手发言，我们这些老家伙不能只等别人，照顾自己也得动起来。周围人纷纷鼓掌。我坐在人群里，忽然觉得心头一热，原来老年并不等于孤独。活动结束后，一位义工姐姐走到我面前，张爷爷，您愿意？我们正好缺一位社区叙事员，每周一次，讲讲老照片里的故事。我顿了顿，笑着回答，我有一整本旧照片，能讲3年不重样。他也笑了，那太好了，我们等着您。那晚我在阳台坐了很久，风不再刺骨，月亮也不再冷清。我回望这一生，从少年意气风发到中年拼搏劳碌，再到晚年被误解被抛弃，可现在我终于知道了，人活一世不是靠别人认可，而是靠自己，相信自己。我在笔记本里写下一句话，从今往后为自己而活，哪怕只有1人喝彩，也值得隔天我第一。站在社区文化室的小讲台上，手里拿着那本泛黄的相册，讲述第一张照片时，我忽然有些哽咽。那是一张老伴在河边给我缝裤脚的画面，背景是我年轻时的工作单位。我清了清嗓子说道，这一针一线就是我们那代人的生活，穷归穷，但心是热的。台下有人红了眼眶，那一刻我感受到一种久违的尊重，不是因为我是父亲、长辈、房主，而是因为我是我一个活的真实的老人。我心中忽然明白，亲情若已成伤，那就放下，但人生永远不嫌晚重启。自从我开始担任社区的旭日义工之后，每个周五的下午，文化室里都坐得满满的，有人拿着笔记本认真做记录，也有人只是默默听着，眼神里却透着一种说不出的温暖。那天我讲的是70年代的除夕夜，我讲起自己小时候母亲怎样用白萝卜和面粉做出像样的饺子，父亲怎样把唯一的糖块分成4份给我们兄妹。我说那时穷，但我们从没觉得缺爱。说完这句话，台下一片安静，随即是掌声雷动。讲完后，一个年轻的女孩走上来，轻轻对我说，张爷爷，我是护理专业的，是大学生，我妈妈也在养老院工作。她说您讲的这些比任何一本教材都动人。我笑了笑，那是因为这些是真正活过来的故事。她点点头又说，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想理解父母，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我点点头，心里却有点苦，因为我知道有些想理解只是停留在表面，真正的理解是在行动上，在尊重里，在愿意听你说话的那一刻。那天晚上我照常走回家，刚进楼道就看到门口站着2个人，是小东和永兴，他们穿得整整齐齐，脸上却写满局促不安。爸，我们能进去说2句吗？我没有动，也没有开门，只是靠在门框上说，就在这儿说吧。小东咳了一声，爸，最近我们也想了很多，永兴他确实做得过分了。永兴低下
头小声说：“叔叔对不起，之前是我们太心急也太自以为是。”我没接话，他们交换了一下眼神。小东继续说：“我们在网上看到您现在在社区很受欢迎，讲故事的事也听说了，我们其实挺佩服您的，所以呢，我终于开口，现在来是想和解，还是想继续争房子？不是小东急了，我们真的是来道歉的爸，我们可以重新。”来过吗？我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缓缓地说：“小东，你妈走得早，我一个人拉扯你长大，从来没求过你什么。你成家立业那天，我觉得这一生没白过。但后来呢？你为了房子，为了自己的小家，造我的谣传，我的照片，断我亲情，还把我当成负担。现在你们回头是因为我被大家称赞，是因为我没有像你们预期那样衰。呵。”老是不是小东咬着嘴唇低声说：“爸，我们真的后悔了。”我点点头，我不是不原谅，但我要你们明白，亲情不是可以拿来算账的。你们想重新开始，我可以接受，但从今天起，我们之间有2个约定。小东睁大眼睛，什么约定？我伸出2根手指。第一，我这辈子不会再把房子给你们，也不会写你们的名字在遗嘱上。第二，以后来往就像普通亲戚那样，逢年过节问候一下，生活互不干涉。你们想我了，来看看。我想安静，也请你们尊重。永兴眼圈红了。叔叔，您还恨我们吗？我摇头，我不恨你们，因为已经不再期待你们能做好孩子，但我感谢你们，因为你们让我明白，年老不是求生存，而是选择尊严。说完这句话，我转身开门进。吴晓东站在原地没动良久后，才轻轻说了一句：“爸，我们会记住的那晚。”我坐在窗前，把这件事写进日记。宽恕不是忘记，而是让我有权利重新定义家人的意义。接下来的日子，永兴偶尔会带点水果上门，放在门口敲敲门，说一句叔叔保重，然后就走了。小东也会在除夕夜发来短信：“爸，新年快乐。”我回了一句：“你也是，这就够了。”在社区志愿讲台上，我越来越自如，大家称我为张老师。我知道他们尊重的不是我的年纪，而是我的经历。我用几十年走出的弯路讲给他们听。我说，年老不是终点，而是重新登上的另一个山顶。别等别人牵你走，要学会自己找路。窗外春风拂面，我从不觉得自己孤单，因为这一次我不再为了谁而低头，也不再让岁月白白流逝。我活得比任何时候都清楚坚定，而温柔初春的风带着花香。社区文化站的活动板上贴出了一张大海报，跨时代叙事会，听爷爷奶奶讲一段人生的故事，主讲人一栏写着我的名字张淑平。那天早上，我穿上了老伴生前最喜欢的灰蓝色中山装，胸口别上一枚金色叙事志愿者徽章。走到文化站时，门口已经排起了队，有小学生，有中年人，也有和我差不多年纪的老人。义工小周一边招呼大家就坐，一边悄悄对我说：“张爷爷今天报名的比预计多出1倍，我们加了椅子。”我笑着点点头。故事这东西真奇怪，讲的人平静，听的人却可能热泪盈眶。主持人简单开场后，将麦克风递给我，我扫视了一圈，台下看到第1排坐着小东和永兴，神情专注，他们没有抢镜，也没有刻意亲密，只是坐在那安静地听我轻轻吸了一口气，开始讲述最后一个故事。今天我想讲一个叫再见的故事。那个再见不是告别的再见，而是重建的再见。一个老人曾以为自己被亲人遗弃，被生活吞没，他一度是把门关上，把心也锁住，但后来他发现，只要他愿意抬头，就会看到窗外还有光。他开始重新生活，重新交朋友，重新相信，重新爱。最终他不再为谁而活，也不恨谁，只是学会对过去说一句：谢谢你教会我疼痛，也谢谢你让我懂得原谅。台下沉默无声，我放下麦克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泛黄的照片，那是我和半年轻时在黄河边拍的合影。我举起照片，眼里泛着光。他走的时候没留下什么遗言，但我知道，如果他在今天看到我站在这里，一定会笑着说一句：终于像个真正的张淑平了。讲完后台下掌声如雷，我没有鞠躬，只是深深地点了点头，然后缓缓走下台阶。小东迎了上来，轻声说：爸，您讲得真好。我拍了拍他肩膀，你也可以讲自己的故事，只要你愿意面对他。永兴眼圈红红的叔叔，谢谢您还愿意接纳我们。我笑了，这不是接纳，是我们终于互相学会了站在彼
此的角度看一看，当天下午我收到文化站颁发的一封感谢信，上面写着：张爷爷的故事不仅是一段家庭史，更是一种生活哲学。我将信放入抽屉，压在账本之上，那本曾经记录着伤害与失望，如今却不再需要翻阅的旧账本生活回归平静。我依旧每周五讲故事，偶尔和邻居下棋种点花草，但心里不再有刺，也不再等谁来证明我重要，因为我知道我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完整清明。那天我去老伴墓前放了一束他最爱的百合，我坐在墓碑前低声说：孩子们已经长大，咱们的故事也讲完了，我不恨他们了，也不恨自己了。风吹过墓园的松树，发出沙沙声，仿佛它在应答。我轻轻闭上眼睛，鼻尖是春天青草的味。到回家的路上，小区的樱花开了，我停下来拍了张照，配文字发到社区群里。你永远不知道哪一次盛开正好对得上你的重新出发。有人在下面留言：爷爷今天的照片真漂亮。我回复了一句：是啊，活到老也可以。温柔又骄傲人生70载苦多于甜，但如今的我终于可以大声说一句：我张淑平不再是人的父亲，某人的包袱，某间房子的附属，我是我一个值得被爱也值得自己热爱的老人。故事讲完了，可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一个清晨，阳光斜洒进阳台，说我正给君子兰剪叶子，门铃忽然响起，我慢悠悠走去开门，门外站着一位戴着墨镜、头发雪白但利落的老人。他看着我沉默片刻，然后笑着摘下墨镜说：张淑平还认得我不？我怔了一下，随即脱口而出：李文启。他哈哈大笑：还是你记性好，多少年了？李文启是我年轻时的同事兼老朋友，那时我们在同一个公事场一个车间，他曾是最懂我心事的人。你消失这么久，怎么突然来找我？他笑了笑：前段时间回老家扫墓，听别人说你搬到城里了，又听社区的人说你成了讲故事的大爷，我就找来了。我请他进屋倒茶切水果，两人坐下后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他听我讲了老伴去世，儿子冷漠自己曾被赶出家门的事儿，静静听着，偶尔点头却不打断。讲到我在社区讲故事被大家尊敬，他才开口：你还记得我们年轻时说过什么吗？我摇头。你说希望自己老了之后仍然是一个有人听有故事可讲的人。我一愣，原来这个愿望我已经实现了。我们一起去散步，走到社区花坛边的长椅上坐下。他忽然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成家吗？我侧头看他，他望着天边发呆，说：我那年错过了心爱的人，一气之下去了外地一晃。几十年前些年他过世，我才回来的。你有没有后悔？他轻轻点头。有可惜。后悔这事儿都是在来不及之后才成立的。我笑了，我也曾后悔，后悔年轻时没好好陪老伴，后悔对儿子太纵容，可现在不后悔了。为什么？因为我把后悔过的事都讲成了故事，让更多人别再走一样的弯路。他看着我，眼睛湿润了。傍晚时我们并肩坐在楼下长椅上，他突然说：你讲这么多故事，有没有最不敢讲的一个？我想了想，低声说：有，就是自己曾经不愿面对的失败，比如没能让儿子变成我期望中的人。可后来我明白了，孩子有他的命，而我只负责尽力不负责。结果他沉默良久，然后伸出手：我为你骄傲。老张他走的时候对我说：我们不如每月聚一次，你讲故事，我就负责听。我笑着点头，说不定你也该讲点你自己的悔恨事。他挥挥手，那是下一个春天的事。他走后，我一个人站在阳台，看着他消失在夕阳下的背影，忽然觉得原来有些人就是用来提醒你，生命并是非一场比赛，而是一场理解和原谅自己的过程。那晚我又拿出日记本写下一段话：我们年轻时拼命往前走，年老后才懂得，很多事其实不需要答案，需要一个转身，给自己一个微笑。窗外的风吹的花叶轻摇，我合上本子，泡了一壶老白茶，没有人催促，也没有人打扰。人生到了这个年纪，最好的状态就是有人记得你曾努力，有人愿意听你讲故事，更重要的是，你终于学会善待自己。亲爱的读者，你好。写完这个故事时，我望着窗外那株开得正盛的木槿花，心
里忽然有些感慨，也许你已经读完了张淑平的一生，或许人在某一段情节中停留，但无论你在哪个阶段驻足，我都想对你说一句，谢谢你愿意听一个老人的心声。这不是一个英雄的故事，也不是轰轰烈烈的传奇，他只是一个普通父亲，一位年迈老人从被误解到被看见，从沉默到自我救赎的真实旅程。我想写这个故事是因为现实中有太多像张淑平这样的人，他们勤勤恳恳过一生，忍辱负重，养儿育女，到头来却成了多余的人，被赶出自己家的局外人。但比被抛弃更令人心痛的是，在这场失落中，他们连讲出自己故事的机会都没有。于是我想，若是有一个人能在70岁以后依旧站出来说我还在，我的感受也值得被听见，那就是勇气。如果你在现实生活中正在经历类似的失落、寂寞、被误解，请相信你并不孤单。我常常觉得人到老年最怕的不是孤单，而是内心逐渐的无声，不是没人陪，而是连说话的欲望都消失了，连我是一个完整的我的感受都被磨掉了。而这个故事就是想告诉你，即使你年过70，你依旧有权利讲述自己，重新定义自己，也依旧有资格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在张淑平身上，我最想传递的不是对家庭的指责，也不是对晚年的哀叹，而是人可以在任何年龄重新出发，哪怕你曾经退让，曾经软弱，曾经被伤害，但只要你还愿意把日子过好，那一刻开始你就是强者。我也想对子女读者说几句，如果你还拥有父母，哪怕他们已经年老唠叨，不合潮流，不再万能，请不要轻易剥夺他们做自己的权利。他们可能不会表达爱，但请记得很多沉默背后是一生的深情。最后请允许我以张淑平写给自己的一句话作为送给你我的祝福：年老不是终点，而是拥有自己人生话语权的开始。愿你在某个阳光温柔的日子里，也能像张淑平一样坐在窗边泡一壶茶，对自己说一声我值得被善待，也值得被尊重。谢谢你愿意聆听，祝你安好。一位热爱讲故事的作者。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刚进饭店，包间暖黄色的灯光映在桌上的盘子里，色彩斑斓的菜品散发着诱人的香气。餐厅包间的门关上，绝了，外面的喧嚣房间里只剩下我们一家3口以及婆婆和小叔子。一家我刚把菜单递给服务员，心里还在想着今天这顿饭总算能安安静静的吃了。往常家庭聚餐，婆婆总是热情的过了头，喜欢大张旗鼓的邀请亲戚朋友，搞得像是一场社交活动。可是这次事情似乎又朝着我预料不到的方向发展了。梦玲呢？今天我们可是好久没见了，一定要吃好喝好。婆婆的声音热情洋溢，夹杂着说不出的虚伪。就在我刚松一口气的时候，婆婆突然打了个电话去没几分钟，小叔子一家3口出现了，紧接着弟媳的娘家亲戚也浩浩荡荡的进来了，足足有9个人。包间里瞬间变得拥挤不堪，桌子上的椅子都快不够了。我愣住了，心里瞬间充满了不满和疑惑。刚才点的菜根本不够这么多人吃，婆婆这是在搞什么？我看看丈夫，他一脸无奈地摇摇头，显然早已习惯了这种场面。妈，您这是怎么突然把这么多人叫来了？我压抑着心中的不满语气，尽量平和。婆婆笑得合不拢嘴。梦玲，反正聚餐嘛，多几个人热闹不好吗？大家都是一家人，别那么见外。对了，你们经济状况好，你们请客。我心里一阵翻江倒海，什么叫我们请客？这顿饭我可没打算请这么多人。我看向丈夫，希望他能帮我说几句话，但他只是低头玩着手机，似乎完全没注意到眼前的局面。我站起身准备离开，既然婆婆这么热情，那这顿饭我不吃了。刚走到门口，婆突然挡住了我的去路，她的笑容瞬间消失，语气变得严厉：你走了谁买单？我愣住了，看着婆婆那双紧紧盯着我的眼睛，内心的愤怒瞬间涌上心头。可我终于明白了，婆婆今天这一出根本就是在设局，逼我买单。我一阵委屈和愤怒交织，心跳加速，脑子里一片混乱。妈，您这是逼我买单吗？我从来没有说请这么多人。我终于忍不住爆发。婆婆冷笑一声：梦玲，你是我们家的媳妇，就该有媳妇的样子，大家都看着呢，你走了像什么话？这点钱你还不愿意花？
僵在原地，心里五味杂陈。丈夫依旧沉默，似乎在逃避他的沉默，更让我感到无比失望。这一刻，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我是1994年出生的独生女，从小到大，父母对我疼爱有加，家境虽不算富裕，但也不差。父母一直告诉我，女孩子要自立自强，靠自己才是最可靠的。我一直很努力，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外企工作，收入不错，生活也算过得去。和丈夫相识时，他很温柔体贴，我们恋爱了3年才结婚。那时候我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可婚后我才发现，家庭生活远比我想象的复杂，特别是婆婆。她对丈夫的小叔子一家格外偏爱，每次节日总是提前准备好礼物，甚至连小叔子家的孩子生日都会大张旗鼓的庆祝。而我和丈夫结婚后，婆婆很少主动关心，我们唯一一次送的礼物还是一条过时的围巾，明显是随便应付的。我不止一次和丈夫提过这些问题，但他总是说，妈年纪大了，她就是那样的人，咱们别计较。可我心里越来越不舒服。每次家里有聚餐，婆婆总是把小叔子一家捧得高是高的，而我连一句关心的话都听不到。丈夫的态度让我感到无比失望，他每次都站在婆婆那边，从不替我说话。这次婆婆突然喊来小叔子一家和弟媳娘家，我心里的不满彻底爆发了。她的偏心已经到了让我难以忍受的地步。我曾经试图和婆婆好好相处，尽量不去计较这些琐事，可她却一次次的挑战我的底线。几天前，婆婆还因为我们没有给她买昂贵的保健品而大发雷霆，说我们不孝顺。那天晚上，我和丈夫吵了一架，我质问他，为什么你总是站在你妈那边？她这么偏心，你看不出来吗？丈夫依旧那副无所谓的态度，妈就是那个性子，她疼小叔子家是她的事，咱们过咱们的日子不就行了？我气得说不出话来，每次都是这样，她从来不敢反抗。婆婆仿佛家里的一切她都可以无视。那一刻，我突然感到自己在这个家里是多么无足轻重。今天的事情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已经忍了太久，心中的愤怒早已在无数次的失望中积蓄。婆婆依然站在我面前，表情严厉，似乎在等我妥协。我看向丈夫，希望他能出来说句话，可他依旧沉默不语，仿佛这一切与他无关。我深吸一口气，心里的愤怒终于无法抑制。妈，今天地饭我不会买单。如果您觉得我是家里的提款机，那我现在就可以走。婆婆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她没想到我会这么直接反抗。包间里的气氛瞬间凝固，所有人都停下了说笑，目光齐刷刷的落在我身上，空气仿佛都变得沉重起来。梦玲，你什么意思？这是我们一家人吃饭，你这么做像什么话？婆婆的声音带着几分颤抖，显然被我这番话激怒了。我看着她冷静地说，这是您请的客人，您应该承担这份责任，我没有义务为您的一时兴起买单。丈夫终于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带着几分复杂的情绪，他似乎想说什么，却又咽了回去。梦玲，你别这样。他终于开口，声音却显得那么无力。我转过身，不再看他。如果你还是坚持站在你妈那边，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我们之间的问题早该解决了。包间里一片死寂，所有人都不敢吭声。婆婆站在那里，脸色青一阵白一阵，显然没想到我会当众反抗。我不再犹豫，拉开门走了出去，身后传来婆婆愤怒的喊声，但我已经不想再回头。走到饭店门口，我忽然感觉整个人轻松了许多年积压在心中的怨气似乎随着这场爆发得到了释放。我知道今天的事情已经让婆婆彻底对我失望了，而我也不再需要去讨好她，去勉强自己做那个好媳妇。我和丈夫的关系会如何发展我不知道，但我清楚这一次我不再让步，我有我的尊严，我有权利为自己而活。未来会如何我不知道，但至少我知道今天的选择我不会后悔。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深夜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我从梦中惊醒，摸索着拿起手机，看到屏幕上儿子的名字闪烁着，时间是凌晨2点。我下意识地皱了皱眉，头年纪大了，睡得本来就不踏实，被这突如其来的电话吵醒，心里更是莫名烦躁。妈，今年过年你还是来我这儿吧，小孙子都嚷了好几天了，说想奶奶了。话那头儿子的声音带着一点急切和恳求，还没等我开口，小孙子的声音也传了过来，奶奶你快来呀，我给你留了个房间呢。我深吸了一口气，压住心头的
叔，火气声音尽量放轻，这么晚了，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我不想多说什么，直接挂了电话。屏幕上显示的通话记录提醒着我，这已经是儿子今晚打来的第19个电话了。他连续几天这么频繁打电话，显然不是为了单纯的团聚。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盯着天花板，脑海里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去年的过年经历。那次的疲惫与屈辱至今还像根刺一样扎在我的心里。去年春节我按儿子的邀请去了他家过年，没想到一进门，儿媳的亲戚们已经把家里挤得满满当他们的父母、弟媳还有几个外地赶来的亲戚10几个人聚在一起，热闹是热闹，可我心里却没由来的感到不安。果然从第2天开始，我就成了这个大家庭的免费保姆。一大早我得去菜市场买菜，回来后马上进厨房准备午饭，一天要做3顿饭，连电饭煲都开了好几次，每顿饭的菜量大得惊人。吃完后大家都围在一起聊天，却没有一个人主动帮忙收拾，我只能自己默默收拾碗筷、刷锅、洗碗。最让我难忘的是那个屈辱的夜晚，儿媳的父母和亲戚们住满说了房间，我自己被安排在沙发上睡觉。那晚我躺在冰冷的沙发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我本以为儿子会为我争取哪怕一个小房间，可他什么也没说，仿佛一切都是理所当然。那一刻，我心里说不出的痛苦和委屈。我是他亲妈，可在这些外人面前，我竟然成了最不重要的那个人。我的思绪飘回了更早的日子。我和老伴结婚时，生活虽然辛苦，但我们相濡以沫，日子过得踏实。老伴在工厂上班，我负责家里的琐事和照顾儿子王志。王志小时候很懂事，学习也不错。老伴身体不好，我就一心扑在儿子身上，盼着他能有个好前程可生活，总是喜欢和人开玩笑。老伴在王志大学毕业的那年突然病重，那段时间是我日夜守在病床前，心力交瘁。老伴临终时还一直念叨着想见儿子最后一面，可王志当时因为工作忙，匆匆打了个电话，说过几天再来看。几天之后，老伴已经走了。我抱着老伴的遗体痛哭，心里满是遗憾和失落。老伴走后，我一个人撑起了这个家。王志结婚后，我本以为他会常常回来看我，可是他结婚后就变了。结婚前他还时不时打电话问候我，婚后似乎一切都变得遥远了，特别是儿媳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我与儿子的关系。儿媳李梅是个强势的人主外主内都要插手，王志对她也是百依百顺。每次去他们家，我都感到格外拘谨，仿佛自己成了一个不速之客。我曾想过晚年能在儿子家安享天伦，可儿媳李梅从不欢迎我常住她的父母，倒是常住儿子家。我看着心里不是滋味，她的父母住得舒舒服服，享受着儿子家的好，而我却连一个多待几天的机会都没有。我试探性地问过王志，你看我一个人住着也挺孤单的，能不能搬过去跟你们一起住？他支支吾吾地说，妈不是，我不想李梅她不太喜欢家里人多，你知道的，我也不好做主。听到这话，我心里拔凉拔凉的。儿子已经不再是我的儿子了，他变成了一个只会听从妻子指令的局外人。想到这里，我的心情更加复杂。眼前的现实让我无比无奈。我独自住在这套老房子里，老伴儿不在了，儿子远在城里。我曾无数次幻想过天伦之乐，可如今这些却成了我遥不可及的奢望。前不久，我在街上无意间听到邻居说起李梅的父母在儿子家住得相当舒坦，甚至连小孙子的接送都由他们负责。我听着这话，心里五味杂陈。我曾想过，或许有一天儿子会改变主意接我去城里住，可每次我试图靠近他们的生活总是碰壁。每次去儿子家，我都觉得自己像个外人，连小孙子都显得和我生疏。我经常问自己，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我的儿子，那个小时候每晚都要依偎在我身边的孩子，长大后却变得如此疏远？可无论我怎么思考，答案始终模糊不清。深夜的房间里一片寂静，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儿子今天的19个电话像无形的铃铛在我耳边不停地回响。我知道他的热情邀请不是因为真的想让我过去团聚，而是因为他需要一个免费保姆。我已经68岁了，身体大不如前，去年被迫承担的重活和屈辱
让我心里至今没有释怀。我的心里突然涌出一个念头，我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这么多年，我一直在为这个家付出，一直在为儿子、为家庭牺牲自己。可现在我突然意识到，我也有权利为自己活一次。我不想再去儿子家过年，不想再为10几个人忙前忙后，更不想再被当成一个可有可无的外人想到。这离我心里反而平静了许多。是时候说不了，我不能再一味付出，更不能为了那份早已变质的清醒继续委屈自己。第二天一早，儿子又打来了电话，他的 C 声音里带着一丝焦急。吗？怎么样？你决定好了吗？孙子一直在等你呢。我淡淡的回答道，我不去了，这么多人我照顾不过来，也不想再给你们添麻烦。电话那头儿子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我会拒绝他，还想说些什么。我已经不想再听，直接挂了电话。挂了电话后，我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轻松，这是我第一次正为自己做出决定。或许儿子会不理解，或许亲戚们会觉得我冷漠，可这一刻我明白，我终于学会了爱自己。我不再期待那些虚无缥缈的亲情，不再幻想儿子会突然回头。我知道我的晚年生活只能靠自己，与其在那些无谓的期盼中失望，倒不如学会放下，学会为自己而活。我坐在床边，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地板上，温暖而柔和。或许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没有那些纷扰的家庭琐事，也没有那些不必要的付出，只有我自己安静地享受属于我的这一份宁静。心情终究是无奈的，可在这份无奈中，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答案。我知道无论未来如何，我都会坚定地走下去，为自己而活。